2023这部最重口、最血腥的 B 级恐怖片终于来了，全程高能无尿点。作为经典 IP《鬼玩人》系列的第5部作品，开创者山姆·雷米在续作中挑起编剧大梁，而影片也不负众望，再次刷新观众对重口味的认知。疯批小姨对战恶魔母亲的设定让人欲罢不能，更别说全片番茄酱含量满格，虐杀手段同样层出不穷，是胆小者无法承受的那种，可以说是近几年最棒的一部作品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恐怖电影《鬼玩人崛起》。平静的湖面上，一股无形的力量悄然掠过，正在岸边听音乐的米拉吓了一大跳，原来是朋友凯勒的恶作剧。1天前，米拉、凯勒和杰斯卡3人结伴来到湖边一座小木屋度假。杰斯卡因为身体不适，一直在房间里休息。米拉喊了喊杰斯卡，得不到回应后，便捧起一本恐怖小说，坐在杰斯卡的床边看了起来。看着看着，杰斯卡突然坐了起来，嘴里还在念着小说里的内容。他的声音越来越诡异，最后竟然从女生变成了男人的声音。米莉浑身不适。短暂的平静后，杰斯卡从床上摔了下去，紧接着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。米拉上前查看，但很快杰斯卡彻底没了动静。米拉贴近他的胸口，想听听看还有没有心跳，没想到杰斯卡却在这时睁开眼睛。米拉毫无防备，被杰斯卡活生生扯下了头皮。米拉跑到湖边，试图向凯勒求救，可杰斯卡很快也追了过来。看着面目全非的女友，凯勒哪里知道他已经被恶魔附身。杰斯卡抓住凯勒的无人机，飞速旋转的螺旋桨划破了脸颊，接着跳入水中。看着渐渐泛红的湖水，凯勒毫不犹豫跳水救人。米拉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而等待凯勒的只有死亡。杰斯卡将凯勒的脑袋扔到岸上后，缓缓腾空。时间来到1天前，纹身师艾丽是3个孩子的妈妈。2个月前，丈夫抛弃家庭一走了之，艾丽和孩子们的生活随即陷入困境。公寓大楼即将拆迁，他们却连住的地方都还没找到。风雨交加的夜里，平时忙于工作，很少与艾丽联系的妹妹贝斯突然登门造访。起因是贝斯怀孕后惨遭男友抛弃，无家可归的她只得投奔自己的姐姐。直到姐妹俩见面，贝斯才知道姐夫也没了。当晚，3个孩子出去买披萨，刚回到停车场，不料发生了地震，地面裂出缝隙，整栋大楼也摇摇晃晃。好在有惊无险，地震很快结束。这时，大儿子丹尼发现裂缝的尽头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，在好奇心驱使下，丹尼一个人跑到黑洞下面，没想到这里竟是很久以前一家银行的金库。丹尼四处翻找，想着能找到什么宝贝。他在布满灰尘的盒子里发现一张照片，上面是3位神父的合影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张上世纪20年代的古老唱片。这对于酷爱音乐的丹尼来说，简直如获至宝。将唱片收好后，丹尼本打算离开，却被身后晃动的耶稣雕像吓到。直觉告诉他，这里很可能还有别的东西。丹尼走到金库的另一边，发现上面挂着很多十字架和勋章，而在正下方位置还放着一副神秘的石棺。刚才的地震让石棺破了一个洞，胆肥的丹尼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凑到洞口看了看，里面似乎没有尸体，而是一块破布包着什么东西，并且此物还在不停蠕动着。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丹尼打开破布，一群飞天小强迎面扑来，里面是一本书，虽然看起来年代久远，但保存得很好。家里正缺钱，丹尼认为这本书可能是个古董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把它也带了回去。回到家后，丹尼迫不及待想打开古书，结果不小心被书边的尖牙划伤手指，鲜红的血液被吸收后，书竟然自动打开。里面的内容让丹尼不寒而栗，全是血腥的虐杀场景。姐姐布里基总觉得这本书很邪门，最好放回洞中。丹尼表面答应明天就拿走，可布里基一走，他又偷偷研究起来。随后，丹尼拿出唱片，想听听里面有什么，结果不是音乐，而是一段来自神父的录音。他正在向教会介绍古书的来历。原来，它就是死亡之书，是恶魔3卷书之一。根据神父的调查，这本书的封面是用腌制的人肉制成的，里面的图案和文字则是用人血书写。
书中记载了很多古老仪式和咒语，只要念出咒语就能释放超自然力量，召唤恶魔。丹尼听得入神，不料神父接下来竟然念出了咒语。担心出事，丹尼想关掉唱片机，谁知按钮失灵，就连唱片都拿不出来。伴随诡异的咒语声，死亡之书快速翻页。与此同时，洞穴下面的邪恶力量也被召唤出来。还蒙在鼓里的艾丽准备坐电梯到洗衣房，她哪里知道一家人的噩梦即将开始。恶魔的力量狠狠撞到艾丽的身上，一顿操作下来，艾丽晕倒在地。醒过来时，已经困在电梯出不去。艾丽想利用手里的钥匙撬门逃生，却被一股力量推了回来。在接下来的数分钟时间里，电梯中气氛诡谲，恶魔的声音萦绕在艾丽的耳边。一根电缆突然掉下来，死死勒住了艾丽的脖子。她拼尽全力想要挣脱，可是根本没用。最后，她的四肢都被电缆绑住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个提线木偶。电梯损坏，造成电线短路。之后，整栋大楼电力瘫痪。黑暗中，艾丽空着手回到房间，布里基叫了她一声，没有回应。艾丽来到厨房，打开煤气，把带壳的鸡蛋扔进了锅里。贝斯问她怎么了，艾丽的回答却让在场的一家人心里发毛。一抹邪笑过后，艾丽短暂地恢复了意识。她说有东西在她身体里。说完，手脚并用朝大家爬了过来。在吐完大量的白色液体后，艾丽晕倒在地。以为她得了怪病，贝斯和丹尼打算送她去医院，可电梯坏了，消防楼梯也在地震中完全塌陷，他们只好寻求热心邻居阿伟和父亲老王的帮助。遗憾的是，艾丽已经停止呼吸。看着死不瞑目的艾丽，阿伟想帮她合上眼睛，结果眼睛却诡异地睁开。老王打电话报警，这才发现手机没有信号。在阿伟的提议下，三人站在床边手拉手，开始为艾丽做祷告。完事后，阿伟想到大楼北侧还有一个旧的消防楼梯，于是他和老王带着工具去撬楼梯的门。此时房间里只剩贝斯一人，艾丽的死让他悲伤不已，过去对姐姐的忽视更让他充满愧疚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里突然传来艾丽求救的声音，说完，手机屏幕自动炸裂。贝斯看着床上的艾丽，只见一只苍蝇爬到她的眼睛里。艾丽眨了眨眼睛，突然坐了起来。难道是死而复生了吗？艾丽正在发高烧，贝斯和3个孩子一起把她抱进浴缸中降温。然而情况渐渐失控，艾丽先是翻白眼，然后浑身抽搐。就在大家一头雾水时，她突然飞到天花板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恶魔咆哮。浴室的玻璃瞬间碎裂，浴缸里的冷水也沸腾起来。大家捂住耳朵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几分钟后，艾丽安静下来，径直摔进浴缸中。不过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。艾丽缓缓探出脑袋，此刻她的眼睛已经变成恶魔的颜色。听丹尼喊了一声妈妈后，艾丽从浴缸中爬了出来。她拿着锋利的玻璃碎片，发疯似的扑向贝斯。贝斯想用手挡，结果手掌被刺穿。布里基呵斥艾丽赶紧停下，不料成了下一个目标。艾丽拿起刺身工具，想把针头刺进布里基的眼睛里，好在她及时把脸转了过去。艾丽不肯罢休，在他脸上划出一道血痕，接着伸出恶心的舌头去舔舐伤口上的血液。见状，丹尼拿起椅子砸了过去，但这样的攻击对恶魔完全无效。艾丽从漆黑的房间里走了出来，问他们下一个要选谁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阿伟赶了过来，看到人不人鬼不鬼的艾丽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艾丽骑在身上。阿伟挣扎着来到走廊，结果被艾丽咬掉一颗眼球，剧烈的疼痛让阿伟晕了过去。艾丽吐出眼珠，飞进另一个倒霉邻居的嘴里，把他活活噎死。贝斯赶紧将房门反锁，保险起见又搬来书桌。艾丽用头不停地撞击着房门，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安静下来。贝斯透过猫眼看过去，艾丽并没有离开，而是把魔爪伸向其他邻居。可怜的小孩他都不放过。醒过来的阿伟想进屋，却被艾丽直接割喉。儿子惨死，老王彻底怒了，他给了艾丽一枪，结果惹祸上身。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后，老王领盒饭。目睹一切的贝斯恐惧不已，甚至不敢与艾丽有任何眼神上的接触。布
布里基告诉丹尼，艾丽现在的情况和古书里的图片不能说毫无关系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丹尼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一切皆是因他而起，为此布里基和丹尼打了起来，直到贝斯出现，两人才冷静下来。丹尼也终于向贝斯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布里基独自到厨房处理脸上的伤口，然而恐怖的景象再次上演，诡异的黑丝从伤口处蔓延开来，随后恶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当书页快速翻动时，布里基开始七窍流血，他极力保持着冷静，可刚漱完口又吐出一堆恶心的小虫子。另一边，小女儿卡西听到门外传来艾丽的歌声，在歌声的吸引下，卡西爬上桌子看向门外。原本坐在地上的艾丽似乎知道卡西正在看着她，于是站起来说道：“爸爸要回来了，马上就会和他复合，现在一家人可以永远幸福的在一起了。”艾丽来到门前，哄骗卡西打开房门。卡西觉得艾丽的样子很糟糕，不敢开门。艾丽却说：“只要你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亲吻，就没事了。”孩子毕竟单纯，三言两语就产生了动摇。卡西刚扭动门锁，艾丽一只手就穿过门缝，掐住了卡西的脖子。庆幸的是，防盗链还扣着。贝斯听到动静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成功救下卡西后，再次关闭房门。贝斯来到厨房，发现布里基蹲在灶台上，嘴里正吃着玻璃酒杯。一阵怪笑后，布里基恶狠狠地爬向贝斯。慌乱中，贝斯不小心绊倒，布里基拿起刨子朝着贝斯的小腿用力刮去。危急关头，贝斯一铁锅把布里基砸晕了过去。这时丹尼来到门口，布里基苏醒后盯上了他。丹尼躲回卧室，布里基很快追了进来，并将目标对准了更弱小的卡西。卡西吓坏了，举起玩偶上的尖棍，竟无意间捅穿了布里基的脑袋。万万没想到，布里基竟然把棍子抽了出来。不过他并没有继续攻击，而是倒在了血泊中。担心布里基会诈尸，丹尼和贝斯用床单包裹他的尸体，然后绑在了床上。为了寻找破解咒语的办法，贝斯拿出唱片，利用蓄电池进行播放。好在这张唱片中，神父并没有念咒语。他说，死亡之书无法销毁，教会只能将其深埋于银行的秘密金库之中。当年神父在念咒的过程中，无意间释放出一个恶魔，恶魔附身到人身上后，神父曾尝试着驱魔，结果均以失败告终。恶魔十分强大，能附身到任何人身体，而制造混乱让人类恐惧是恶魔最大的乐趣。为了除掉恶魔，神父甚至将被附身的人全部杀死，再将尸体放入大火中焚烧。然而埋葬后，全身腐烂的尸体仍会破土而出。躲在通风管道里的猫成功引起艾丽的注意，从她得意的表情来看，或许已经想到进屋的办法。丹尼和卡西听到天花板上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小心翼翼走出房间，殊不知布里基已经复活。当两人有所察觉时，布里基宛如幽灵般迎面扑来。丹尼推开卡西，紧紧抱住布里基，并将手里的刀刺进布里基的腹部，可是根本杀不死啊！他拔出血淋淋的刀子，刺进丹尼的手臂，之后又将大量血液吐在丹尼的脸上，还嘲笑他不该翻开死亡之书。布里基使出致命一刀，丹尼则摸到一瓶喷雾，利用燃气灶上的火焰，成功将布里基的身体点燃。变成火人的布里基发出痛苦尖叫，最后倒在了地上。房间里，贝斯的注意力全在神父的录音上，浑然不知布里基已经从通风管道潜入房中。按照神父的意思，没人能阻止这股邪恶力量，哪怕将那些人的尸体大卸八块也无济于事。想要活命，只有逃跑。这时，贝斯通过反光的玻璃窗发现艾丽就在身后，他眼疾手快，将手中的笔插进艾丽的脖子，可惜没用。贝斯转头就把艾丽扔出房间。看着躺在地上胸口中刀的丹尼，贝斯绝望了。丹尼看向躲在床底的卡西，说了句抱歉后，彻底失去呼吸。来不及悲痛，艾丽再次抓住了贝斯，她将魔爪伸向贝斯的肚子，想刺破皮肤，夺取胎儿的灵魂。关键时刻，卡西将剪刀扔了过去，贝斯拿到手后，狠狠刺到艾丽的脸上。这回他终于消停下来，贝斯赶紧带卡西离开。楼道里的尸体死状一个比一个惨。贝斯试图打开消防梯的门，可不管是用铁锤敲还是用脚踹都不管用。
崩溃之际，贝斯看到老王手里的散弹枪，可还没来得及开枪，阴魂不散的艾莉再度复活。砰的一声，艾莉被子弹打断一条腿，虽然限制了她的行动能力，但她并不会死。艾莉开始给卡西洗脑，想让他投靠自己。可孩子打小就聪明，已经吃过一次亏，现在他绝不会相信眼前这个可怕的女人。眼看计谋失败，艾莉开始上大招。在她的召唤下，楼道里的尸体原地复活，就连死去的丹尼和布利基也再度复活，他们都变成了恶魔，回到艾莉的身边。他们看着贝斯，歇斯底里的狂笑着。艾莉接着说道：“天亮之前，所有人都得死。”无路可逃，贝斯只好带着卡西躲进坏掉的电梯中。这时，所有按钮集体亮灯，然后一边流出黑血，一边熄灭，同时血液也从地板里不断渗出。眨眨眼的功夫，就没过了脚踝位置。紧接着，电梯的四周也开始流血。而这时的走廊上，丹尼和布里基将手塞进艾莉的身体里，似乎在进行着某种操作。死亡之书快速翻动，最终定在了其中一页。图案上显示的是一个多手多脚的怪物。电梯这边的情况不容乐观，用不了多久，血液就要淹过两人头顶。贝斯好不容易顶开上门的通风口，然而眼前一幕让他彻底绝望，好几只手伸了进来。就在贝斯以为死到临头时，电梯门突然打开，血浆像海浪一样喷涌而出。两人来到停车场，准备开车逃生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肯定会发生。汽车突然抛锚，停在原地。贝斯朝着车后看去，好家伙，此时的艾莉已经与那些尸体融为一体，彻底变成了怪物。贝斯和卡西躲在汽车侧边，成功躲过艾莉的第一次攻击。随后，两人和艾莉玩起了躲猫猫。车库大门即将关闭，贝斯拉着卡西拼命往外跑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卡西被艾莉抓住小腿拖了回去。怪物举起电锯，想割掉卡西的脑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贝斯提枪杀了回来。卡西脱困后躲到车底。接下来属于贝斯和艾莉的终极大战彻底打响。艾莉将电锯扔向贝斯，趁他倒在地上，想把他拖进碎草机中。最后关头，卡西勇敢地关掉了开关。贝斯抓住机会，拿着捡到的电锯冲向艾莉。同一时间，让卡西立刻打开碎草机。默契配合下，艾莉身上的尸体都被搅成了肉泥。意识到大难临头，艾莉打起感情牌，可是贝斯并不上套。他愤怒地将电锯对准艾莉的头颅，一顿血肉模糊后，艾莉彻底凉透。果然，电锯才是武器之王啊！幸存下来的贝斯带着卡西离开公寓大楼。然而，恶魔的故事并没有真的结束。住在5楼的年轻女孩正准备出门度假，而她正是故事开头。被恶魔附身的杰斯卡昨晚雷雨交加，她完全不知道公寓里发生了什么。和杰斯卡视频的女孩是米拉，她本来不想出门，可杰斯卡坚持要去接她。准备离开时，杰斯卡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，于是下车查看。惨烈的景象让她惊恐不已，然后她就被恶魔附身了。影片首尾呼应，整个故事完成度非常好。作为鬼玩人系列的续作，虽然和之前的几部没有关联，但是在很多细节处理上都对前作做出了致敬，比如树藤捆绑女体、恶灵想要法师深吻等等桥段，都在续作中有着异曲同工的呈现。作为一部 B 级恐怖片，影片高能点十分密集，血浆撒得很足，靠的场面更是不少。如果你是重口味爱好者，相信这部电影一定能给你酣畅淋漓的感觉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